作方面有趣的事情啊，还有运务都在做什么。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的一个资深学姐，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运务在做的事情。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几个区域。机场的运务的话，3大类，第一个是主要是面对旅客那一块，然后另外一块我们可以称呼为航务那一块，然后还有 cargo 货物的那一块。我们旅客这一块的话，就是从旅客踏进机场，然后到上飞机前，都可以算是运务的职责。他在柜台划位，然后对 check in， 然后到如果旅客去贵宾室休息，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贵宾室里面职员也多半是航空公司的人。然后到了要登机的时候，在登机门协助登机的职员，这些都是我们运务的职责。那航务那一块的话，是有一个单位，他们在航班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将整个航班的资讯、旅客人数、货物，然后一些飞机原厂出厂的参数，给画出一个表格，提供给机长，这个称为平衡表。载重平衡表。载重平衡，让机长在起飞降落的时候，针对这些参数来设定。那这是飞安还蛮重要的一块。这是要另外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有专业有执照，然后它的机型，它不是说我学了我就每一个飞机我都可以画 ，OK， 每一个机型都不同，都要去上课。然后还有一块是货物的块，那他们不用面对旅客，主要可能就是在机下来监看我们行李的旅客行李的上下机，还有如果货机呢？对，有承载货物的话，可能他们也是要算我这个飞机载多少的货，然后还有协助那些报关行他们的提领货物。OK， 那你自己的话是哪一个区块？讲说我现在执掌的部分比较多是在做看航班督导的部分，就是在我今天看的这个航班，它从开台前我要做一些准备，看它的旅客的机票是不是都有，然后一些特殊情况的旅客，他的座位是不是有被安排好，然后像是什么特殊情况的旅客？例如说带婴儿的旅客，他有没有跟他的假设旅客，我们会看妈妈带婴儿，或者是爸爸带婴儿，然后有没有大概类似姓氏。然后可能类似的定位记录代号，把它放一起，这样他们到了我们柜台划位的时候，如果当然是同一个定位代号最好，我们就全部排一起。可是如果今天婴儿他名下他就是只有一个人的定位代号，我们就尽量试着去找同行的人，然后把它放在附近，好让到时候他们在柜台划位的时候座位是可以划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就是你开台前做一些准备，让等一下的 check-in 会比较顺利一点，先把一些特殊情况的旅客，比如说轮椅啊，或者是带婴儿的旅客、小朋友，或者是有时候也有一些遣返者，对不对？对，像遣返者的话，就几乎啦，各家航队遣返者都是规定只能坐最后一排的窗户位。对，像这些都要事先准备好，这就是你大概因为开台了以后。客人来了以后，你的座位数就是一直减少，慢慢的在递减当中。对，在递减当中，如果突然冒出一个这个旅客人事先没有准备的话，那就很难处理。画完位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小问题，是不是在登机门的时候，还是有可能被 last minute 再 change 你的座位的？会有这样的可能，但是看几率，还是会有啦。就比如说我今天航班很满，然后妈妈带小孩，最后才来划位，我已经没有2个人在一起的位置的时候，我只好去协调。假设我这边剩了一个走道位，这里剩了一个窗户位，我可不可以把2个客人换在一起，然后空出这2个位置给妈妈带小孩，然后再上去跟客人说不好意思，因为可能要请你帮忙一下，跟客人道歉，请他们帮忙，尽量啦。了解。那像有一些航空公司，他们在可能对于台湾桃园来讲，这是他们的外展，所以也是会有一些代理航空的职责在内，对不对？
代理行也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之一，因为也许这些外籍航空他们在台湾的班次一天可能1班2班，他不可能派一组人马在这边，就专门，对，他不可能说我开台要4、5个人，然后登机门需要人，他就每天每个月就固定付这些人专门做他们家的航班，这对他们来讲是个成本考量。那台湾也还是有像澳门航空，澳门航空它的职员，它的所有的业务都是他们自己在台湾聘雇的职员来做。可是像一些其他外籍的航空公司，大部分的航空公司都是外籍来台湾，几乎都是找台湾当地的航空公司来做它的机场代理。只要班次没有那么多，或者是把台湾桃园当作是一个转接连接 hub 的话，通常都会有代理航空。就他们成本考量。可是代理航空的话，每一家航空系统都不一定是同样的系统，对不对？每一家系统不同，你要做这个代理行的话，你就要先去上他的课。基本的就是要知道它的系统怎么用，然后真的是要了解它的一些规定。像有的公司它可能规定我整个航班我只能坐3个轮椅旅客，那超过的话就要联络帮他们改定位或什么的，像类似像这样子的规定，你在开他的航班前都要先了解。因为每一家的航空公司都不一样，所以就是系统也不一样。你要代理一家航空，所以运务就是会需要有不同的知识在里面。每一家针对不同，你今天可能做自己家的 check-in， 或者是你今天帮别家航空公司 check-in， 上吧，一些系统还有一些专项。你在画那一家的时候，旅客他不会那么清楚的了解到你是所谓的代理行，对，所以他先不要讲规定，我们清楚，他问你问题，你被问到就很丢脸。对，像其实酷鸟，就我自己家公司，我知道是长荣代理，对，长荣代理，对，所以不会你在桃园机场，你不会看到一个穿黄色制服的，对，你只会看到一个穿绿色制服的人在帮你 check-in。的那个上一个机务大哥有讲到 AOG，Aircraft on Ground， 对，我觉得做航空业的人，第一线的人都会碰到 AOG， 因为代表飞机不能飞，对，飞机就是要在天上飞，它在地上的时候就代表它不是没有在赚钱，对，没有在赚钱，因为旅客就不能搭那个飞机，旅客的行程受损，你后面你要去赶快看有没有替代的飞机可以用。如果没有替代飞机可以用，这个飞机多久内可以修得好？如果这2个都不行，赶快看你旅客的行程会不会有什么延误，你有没有办法赶快把旅客转给别家？这些。那还有吗？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资历也有点深了，然后现在开始不是像以前刚进航空公司，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。现在有时候可能还要去教别人。然后教新进的同仁，或者是教学弟妹，或者是确认他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，是符合规定、符合政策的。当那个点不是自己的时候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性，因为你并不知道。像例如说，我知道我自己可能也许是有时候会很容易粗心，那我就会提醒自己。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可能他容易犯错的点是什么，对，这些也是会让我觉得是很挑战性的。因为我们是算有代理外籍航空，然后外籍航空有次飞来台湾的时候，来的那个点的天气不好，所以航班必须要取消，那我们就要协助旅客转住饭店。对，转住饭店的时候，这其实是民航局吗？还是机场公司有相关的还是移民署有相关的规定？对，有规定。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，你带旅客住饭店的时候，航空公司要有人跟着一起入住。然后就是你。对，然后我就跟着去住。那虽然说是很特别的经验，可并不希望常常发生。当然。对，然后这个用意是协助旅客啦。对，如果旅客他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在同一间旅馆可以比较迅速的做处理。立即的回复这样子，对，是有听到。这是一个，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碰所谓不合作或者是奥客的经验很多，所以
大部分心里都会有着标准化碰到奥客的时候该怎么做。对，例如说，分享一下。客人跟你说，哎，小姐，我可不可以升等啊？你就跟他说可以啊，那你可能今天要付12350元哦，这样子，或者是对，就是会讲，或者是他说我这行李没有很重啊，我自己可以带上去啊，就说可是它已经10公斤嘞，放上来放到那个你头顶上置物柜，要是遇到乱流掉下来砸到你自己怎么办？就会去一些话术去让比较好接受，让旅客配合你所提的你想要做的。对，那我们太容易把旅客，我们太容易去防堵旅客做出不配合你的事情，可是没有去想过说，真的可能有很多很好的客人。那比如说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旅客到了机场以后，发现说他忘带护照，他要冲回家去拿护照。然后他真的拿到护照回到机场的时候，已经起飞前20分钟。起飞前20分钟，我不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让他去搭机，可是这真的有很多的考量跟很多的为难。那我那个对，可是后来我的选择就是不要搭机，跟他说抱歉，请他改定位改行程，因为其实你也站得住脚。我站得住脚，那绝对因为航班观台时间是很明确的，那他就是在那个时间以内到。靠近我一点。我如果那个时候硬着头皮带他上去的话，我要冒的风险是有可能航班会延误。对。那所以我最后的考量就是请他改定位、改下一班、改行程。然后后来旅客改完行程后，他绕回来柜台，走到我面前说：“哎，小姐，谢谢你。”他说谢谢你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很多的问号，我不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说为什么要谢你这样子，你又没有搭上机。我们走着瞧啊这样子的那种谢谢你。对，因为长久以来碰过的客人的经验是给我有那样子的反应。对。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说他是真心的谢谢。那一天在柜台，我们每一个有跟他接触，然后试着想要帮助他提醒他的同事。然后后来他写了一张小卡片给大家，然后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自己的疏忽，所以给那么多人造成了麻烦。好贴心的旅客哦。对，所以有时候碰到那些客人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想着说啊，其实我可以，不是说真的就是，其实好客人还是很多啦。因为可是毕竟我们太容易碰到刁钻的旅客，所以心里常常真的在想着防堵2个字，而没有去想着真的去想着所谓的帮忙。这是一个反省跟反思。对，是值得反省或反思的一部分。但是其实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定，比如说关柜前50分钟或40分钟就要到。那这个不是地勤的责任，就是一定要接受你上机。那他们可以，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有公司的政策，其实是不能接受的。但是如果像刚刚的例子的话，他万一他是一个不好的客人，他今天把你送上机了，那他下一次也有对，他可能下次到柜台的时候就会跟你说，你为什么不能帮我？对，上次都可以帮我啊。谁有帮你啊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上次帮你的那个人，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位吗？我可能需要去 report 他或者是什么。对，所以基于这个立场是 black and white 就是这样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遵守规则哦。出国一定要记得带护照。对，要记得检查护照还有签证，因为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免签的。好，那当初怎么会想要进来这个当地勤？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没有特别想着说要做什么，就都去试，然后某一家的航空公司我被取上了，然后那时候脑袋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不要被取，被取的我不要，是想要正取，对，被取我不要，所以就回，然后就拒绝了，然后拒绝了以后，后来，所以这是冲动的人，慢慢深思熟虑会觉得，哎呀，好傻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
然后之后呢？对，就会有一种不甘心的产生，然后就开始拼命的看到有航空公司招考都考，然后就考上了，然后就一直到现在。哦，所以这也是你做最久的。因为航空公司之前我没有太多的想法，而且其实讲白一点，不太会去想到地勤运务的工作的部分。大部分大家对航空公司最了解的一定还是空服员的部分，对，这样子。可进了地勤后才发现，地勤有它另外的一个世界。我在进我们公司之前，我连我们公司制服长什么样子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进去了以后才原来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再来进来后，发现一个很大的知识圈是签证，旅客的签证。对，因为对各个国家，他进去，他可能有护照的效期的限制，签证的限制都不一样。那你是怎么查的呢？还是这有一个东西可以学？话位系统，我的话位系统，各家的话位系统大部分啦，几乎大部分的话位系统里面都有装一个 IATA 所提供，我记得是 IATA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IATA 有提供一个叫做 Thematic 的系统，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指令。然后输入旅客的国籍，输入他的全目的地，就可以查得到他的签证要求条件是什么。他就会写，他就会说 visa request， 然后 except for 什么，他需要签证，但是如果他是什么样的条件，他可以不用。或者说他的 passport request， 然后他的 passport valid 要多久？这样子。OK， 所以你们不用去硬背，但是多少要背指令，你一定要背指令。我有时候会跟同事说，你不是什么东西知识你一定要背下，可是你要知道你需要它的时候在哪找得到。对，你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呼唤它出来？对，把它叫出来。OK， 这是还蛮有趣的事情，就连对啊，如果你不是一个 frequent traveler 的话，你不会知道各个国家的签证是什么，对，或者是大家都以为有些地方都不用签证。比如说有时候客人拿着护照到里面说，小姐我要去菲律宾。小姐，你的菲律宾签证呢？去菲律宾要签证吗？有，不能落地签吗？不行。对。对啊，有些客人真的发现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定要不要签证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。太过大意了。对啊。现在各航空公司都有一个入门门槛，就是多益。多益成绩很重要，然后语言能力不是说你要多厉害多精深，但你至少你要能跟客人沟通，你基本你要跟他沟通能力会有，所以多益这个是门槛，对，基本的一定要弄，要到他的成绩，然后再来是人格特质化，个性不能够我觉得心胸不能够太缩。对，就是你要稍微开朗一点，然后你要懂得去排解自己的压力。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你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放开，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生闷气。我觉得这是人格特质上要会的。因为地勤人员是第一线，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乘客都是很懂航空业的运作，所以如果他的飞机延误或不能起飞，他们不一定会知道是为了什么。那通常或者是常常地勤人员必须去承受这些旅客的情绪，所以要懂得如何去释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这倒也不见得说是地勤，而是其实像空服员或是所有面对客人的第一线，对，你都很有可能会吸收到负面的压力，客人的负面情绪，你就要懂得怎么去排解，运动。做菜，或者是跟自己家里的宠物玩，对，这些都要有自己的管道，对，要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这些情绪，不然太不开心了。做这个工作，如果不开心的话，你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转而给亲近的人，或者是对下一个客人。对。那还有吗？建议还有讲这个有点那个，可是身体不要太差。对，因为航空业其实很操身体。对，其实是很工作时间，或者是你不可能空服员，你说真的完全不帮客人搬行，当然我知道那个不应该是空服员的事，可是有时候客人在机上，你多多少少可能偶尔还是要帮客人放一下心，这个是绝对是难免的，不管说他是什么因素，这些
对，或者是他在托运行李的时候，我可能要帮他拉一下行李或者是什么的，这些都会受伤。对，轮班的时间，然后你有时候一坐上柜台，可能3-5个小时都不能够动。对，像前一阵子那个罢工事件的时候，我知道有同事他一坐上柜台，有听到那家一坐上柜台16个小时，他都离不开柜台16个小时。也是很辛苦的，所以这些都很伤身体，其实老实说。